心灵是我们的作家，生活是心灵的舞台，探索心灵的无穷力量，让智慧与爱充满能量。大家好，我是心灵陪伴师阿日，记得订阅关注我的频道，让我带你进入心灵世界。股市就是个不定时的惊喜盒子，你永远也不知道盒子里装着什么。在每隔一段时间里，总会有些20几岁的极少数年轻人，不管是男生或女生，会被大家用赞叹的语气来称他们为少年股神。这些少年股神就像是股市的新星，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创造惊人的财富，让所有人都佩服。他们通常不怕风险，敢于押宝，有着超人般的洞察力，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市场的脉动。他们的故事总是令人兴奋和鼓舞人心。有的从小资本开始做投资交易，一路奋斗，不断积累经验和财富，用最短的时间登上股市的巅峰；有的则是年轻学生或职场新秀，凭住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研究，一举击败了众多资深投资者，成为市场的一匹黑马。他们的成功秘诀通常包括了深入的市场研究，对公司基本面的精准分析，以及对技术分析的娴熟运用。当然，还有那份独特的洞察力，能够捕捉到市场的变化和机遇。然而他们也不是没有失败过，股市处处充满风险，每个投资者都难免会经历跌宕起伏的时刻，但正是这些失败锻炼了他们，使他们更加坚定地前行。他们知道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坚持和不断的学习。少年股神的出现也常常激发了更多年轻人对股市的投入兴趣，他们成为了榜样，证明了在股市中实现财富增长是可能的，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追求。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一点，股市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地方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少年股神。成功的背后通常伴随着辛苦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。如果你想进入股市，一定要有足够的知识和准备，否则不要轻举妄动。少年股神的故事总可以激励更多人去探索股市的奥秘。不管你是不是股市新手，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。无论你是否追随他们的脚步，还是自己开创属于自己的投资传奇，都要保持学习和成长的态度，这或许就是通往成功的钥匙。在股市里，少年股神之所以能够快速致富，有很多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。这不仅仅是运气，也可能是运用了聪明的投资策略和行为，让他们在股市的波涛汹涌中脱颖而出。少年股神通常能够在市场中察觉到不同个股的潜力，抓住了那些被低估的机会。这种洞察力常伴随着深入的研究和了解，使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。他们知道如何分析一家公司的基本面，包括盈利能力、财务状况、行业前景等，以便找到有潜力的股票。对于少年股神来说，他们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，因为他们知道高回报往往伴随着高风险。他们并不会盲目的追逐风险，也懂得分散投资，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以降低风险。他们也具备了坚定的决心和毅力。在股市中经常会遇到波动和挫折，但他们不轻易退缩。他们相信自己的投资策略，坚持不懈地执行，并且从失败中吸取教训。他们还善于学习和不断进步，不断研究市场动态，学习新的投资策略和技巧。他们明白股市是不断变化的，要想保持竞争力，就必须不断学习和适应市场的变化。总之，少年股神之所以能够在股市中快速致富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运气好，更是因为他们具备了重要的素质和策略。他们的成功故事可以激励每个人，让我们明白在股市中取得成功是可能的，只要我们具备足够的知识、决心和耐心。但同时，我们也要认识到，股市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少年股神。所以在投资时要慎重谨慎，不要冒险和贪心。当我们谈论到少年股神在股市里的美梦幻灭时，是如何被打回到原点的，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常见的故事。虽然他们曾一度在投资世界里耀眼夺目，但有时候梦想也会被残酷的现实击碎。先让我们谈谈成功的起点。少年股神可能是在某次的股票操作中赚了大钱，或者透过一些投资决策逐渐积累了财富。
他们开始对自己的投资能力充满信心，可能开始吹嘘或过分自信，认为他们可以战胜所有市场。然而，股市是一个极其不稳定和难以预测的地方，即使是最聪明的投资者，也无法100%的准确预测市场走势。当有一天或某一段时间市场出现了剧烈的波动，少年股神的投资组合可能遭受到重大损失。这起因可能是由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，或者是某家他们投资的公司遭遇到了严重问题。当投资组合开始下跌时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。有些人可能陷入恐慌，急于卖出股票以避免进一步的损失。这种恐慌性抛售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亏损，而有些人可能过于自信，认为市场会迅速反弹，而不采取任何行动，结果可能会导致损失更进一步扩大。这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杠杆操作，有些少年股神可能会借钱来投资，以提高潜在的回报，但当市场出现大幅下跌时，杠杆操作可能会使损失倍增，甚至导致追加保证金的情况发生。这对于资金有限的投资者来说，更是灾难性的问题。有些少年股神会因为过度自信而没有适当的风险管理策略，他们可能会把大部分资金投入到几档股票中，而不是分散投资。这样一旦这些股票出现问题，损失就会变得更加严重。最终他们会发现，曾经的美梦不过是一场短暂的幻想，他们可能会失去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投资资金，被打回到原点。这不仅对于财务上的巨大打击，还可能对自尊心和信心造成严重的打击。一些少年股神可能会吸取教训，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策略，学习更好的管理风险，然后重新开始。毕竟投资是一门艺术和科学，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改进。股市是充满机会和挑战的地方，只有不断进步，才能在其中取得长期成功。对于少年股神的传奇故事，我们是否相信这些故事，其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。在股市的世界里，这些故事确实存在，但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加现实和理性的方式来看待它们。少年股神的故事确实激励了许多人，特别是年轻族群的投资者。这些故事告诉我们，在股市中取得成功是可能的，只要你有足够的智慧、勇气和毅力。他们是活生生的例子，证明了个体投资者也可以在市场中取得辉煌的成绩。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一些因素。少年股神的故事通常是成功的一面，而不是失败的一面。我们听到的是他们在市场中赚取丰厚财富的部分，而不是他们可能造成的损失亏损。这种选择性的报道可能会让人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，误以为在股市中赚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股市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地方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功的。即使有些人能够在短期内赚取巨额财富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做到。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意味着风险始终存在着，有时候即使你尽力了，也可能会遭受损失。少年股神的成功有时候也可以视为是一种运气。成功的投资者通常会有他们的独特情境和时机，也可能正好碰巧抓住了某个行业或者股票的上涨趋势。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投入努力，但运气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。最后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，我会说，我相信这些少年股神的传奇故事，但我也会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他们。他们是激励每个人去追求财务自由和成功的好例子，但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唯一的榜样，因为在股市中，成功需要智慧、学习、耐心和风险管理。如果你有梦想，那就努力追求，但也要明白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。在相信传奇故事的同时，也要在自我心中保持着谨慎的心态。今天到了最后，跟你们分享就到这。如果内容你喜欢，也觉得有帮助到你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你将影片分享出去。我们下次见。